犀牛坦克大战灰熊坦克，这种画面是不是一下就联想到经典 RTS 游戏《红色警戒》？作为苏军阵营的主战坦克，犀牛坦克的原型是苏联俄罗斯的主战坦克 T-80，但犀牛这个名字一听就是出自二战德国的动物园系列战车。但令人意外的是，犀牛和他的队友灰熊严格意义上都不属于坦克的范畴。灰熊是德国研制的为步兵提供火力的自行突击炮，犀牛则是专门反坦克的坦克歼击车，这倒很符合游戏中德国特色兵种坦克杀手的定位。今天就来带大家了解苏军坦克的克星——德国犀牛式坦克歼击车。自从坦克这个钢铁怪物出现在战场上之后，人们就没有一天不再思考对付它的方法。一战时，德国发现他们的机枪步枪打不穿坦克的装甲，地面重炮又无法对付机动性目标，能消灭英军坦克的居然只剩下高射炮。于是高射炮打坦克逐渐发展成为了德军的传统。随着坦克的普及，人们发明了专门打击坦克的反坦克炮。早期的反坦克炮和普通大炮一样，都是牵引式的。随着坦克装甲越来越厚，反坦克炮的口径也越来越大，牵引式火炮的机动性逐渐跟不上节奏，于是自行反坦克炮，也就是坦克歼击车逐渐登上了舞台。坦克歼击车是德国发明的装有反坦克火炮或者反坦克导弹的装甲车辆，最典型的特点就是皮儿薄馅儿大，小车扛大炮，专门攻击敌方坦克和装甲单位。坦克歼击车一般是在普通坦克底盘的基础上搭配大一号的反坦克火炮改装而来，比如轻型坦克的底盘搭配中型坦克的炮，中型坦克的底盘搭配重型坦克的炮，重型坦克的底盘搭配超重型坦克的炮等等。相比于同级别的坦克，坦克歼击车成本更低，火力更强。既然这坦克歼击车有这么多优点，能不能不造坦克都搞这种坦克歼击车呢？答案也是不行的。就拿评判坦克的战斗力的三要素火力、装甲、机动性来看，坦克歼击车只满足了火力这一项指标，其他两项要素均不达标。用坦克歼击车防御或者配合其他兵种作战尚可，当成装甲部队的主战武器，坦克歼击车就不够格了。德国在二战中最先造出的是 Marder 坦克歼击车，又称黄鼠狼系列坦克歼击车。在闪击波兰和进攻法国时，德军尚能拿88毫米炮应付一下敌军的重型坦克，可到了东线战场，面对苏联铺天盖地的 T-26、T-34、KV-1 坦克，德军就有些力不从心了。这便是黄鼠狼系列歼击车发展壮大的背景。几个型号的黄鼠狼歼击车全重都在10吨左右，搭载着中型坦克的炮。可随着战争的进行，德国和苏联的坦克炮口越来越粗，装甲越来越厚，德军用黄鼠狼坦克歼击车搭配牵引式反坦克炮的打法，逐渐跟不上了战争强度。于是德国的设计师们决定在3号坦克和4号坦克的底盘上装上重型坦克的88毫米主炮，打造一款新的坦克歼击车，这便是犀牛式坦克歼击车。犀牛坦克歼击车的核心就是其搭载的帕克43型88毫米反坦克炮，这是克虏伯公司以莱茵金属的88毫米弗拉克41为蓝本开发的强力武器，可以在900米外正面击穿所有盟军的坦克。即使是二战装甲最后的 IS 系列坦克，在帕克43炮面前也是相当的脆弱。不过克虏伯和莱茵金属很快就发现，基于帕克43炮研发一款新的坦克歼击车是一个相当漫长的过程，而德军前线的需求又十分紧急。于是军方决定尽可能利用德军现有的装甲底盘和部件，让坦克歼击车尽快走上前线，并形成战斗力。1942年2月，艾克特公司成功将帕克43反坦克炮装在了3号坦克和4号坦克的底盘上，定名为胡蜂。10月，希特勒亲自查看了样车，并感到十分满意，他立刻吩咐德国的军火公司加紧生产。1943年上半年，胡蜂式坦克歼击车的一个新车型导入生产，新车型只修改了驾驶、前方装甲等小地方，和先前的车型几乎看不出差异。希特勒下令将新车型改名为 Naschim， 也就是犀牛。犀牛式坦克歼击车全重24吨，比4号坦克重了4吨左右。如果说黄鼠狼歼击车是轻坦扛中坦的炮，
那么犀牛式歼击车就是典型的中坦抗重坦的炮。犀牛式歼击车整车全长 8.44 米，设置了4名成员。由于犀牛式歼击车的战斗室的下方布置了燃油箱，再加上炮架在动力舱的上部，使得整车抬得很高，这也是犀牛歼击车的一个缺点。犀牛式歼击车的防护性能较弱，车体及战斗室采用了钢装甲焊接和螺栓连接混合式结构，装甲板的厚度只有10到30毫米，部分车体甲板采用螺栓连接结构，也是为了方便从车上拆卸零件。毕竟使用现有底盘的一大好处就是可以和德军目前的后勤维修体系兼容。犀牛式歼击车是顶部敞开式设计，战斗室相当的宽敞，成员在战斗室会很舒服。在行军途中，战斗室的顶部可以照上帆布，并用固定器将火炮固定住。犀牛式歼击车的火力系统，我们前面已经略有了解。帕克43炮堪称是盟军坦克的克星，发射背帽穿甲弹时，可以在1000米的距离击穿167毫米装甲，在2000米距离击穿139毫米装甲。如果换成钨金弹，便能在2000米距离击穿184毫米厚的钢装甲。除穿甲弹外，犀牛式歼击车还能发射破甲弹和榴弹。发射榴弹时的最大射程可达到17500米。88毫米反坦克炮的火力具体有多猛？在实战中，曾有一辆犀牛式歼击车在3500米的距离连续开炮击毁了6辆 T34坦克，创下了当时的反坦克纪录。还有一次，一辆犀牛式歼击车在600米的距离从背后击中了一辆 T34坦克，强烈的爆炸直接将 T34的发动机抛出了5米开外，足见其威力之强。尽管犀牛式歼击车有巨大的战斗室，但由于88毫米炮弹巨大的体积，犀牛式歼击车的携弹量并不理想，其战斗室两侧可以各存8发弹药，战斗室底部存放24发，总计也就40发。由于弹药储备量低，犀牛式歼击车经常需要在作战中进行弹药补给，但将无防护的卡车或半履带车开上前线又是十分危险的。这个问题直到战争结束都没有得到有效解决。犀牛式歼击车使用的是3号、4号坦克底盘，但不同的设计布局让它们的机动性能有所差异。犀牛式歼击车的动力装置是 HL120TRM 型风冷汽油机，最大功率300马力。犀牛较弱的防护换来了较轻的重量，使得发动机可以驱动战车以42公里每小时的最大速度前进，在野外也能跑出15到28公里的时速，基本上不输4号坦克。总的来看，犀牛式坦克歼击车是一款性能十分优秀的反坦克武器，主炮威力大，穿身高，射击精度高，机动性也算不错，只是防护性能较差，需要结合具体的战场形势使用。如此豪华的配置，注定了犀牛式坦克歼击车将驰骋疆场，大杀四方。犀牛式坦克歼击车刚一问世，就赶上了人类历史上最大的坦克会战——1943年的库尔斯克会战。战斗初期，德军在虎式坦克的带领下高歌猛进，犀牛式歼击车基本没有发挥太大的作用。但是打着打着，德军发现这苏军的坦克好像永远也打不完，击毁一辆又冒出来10辆。战斗进行到7月9日，北线莫德尔的第9集团军进攻力量已经耗尽，被迫转入了防御。曼施坦因在南线的进攻也连连受挫。这时坏消息不断传来，盟军在意大利西西里岛登陆了，德军统帅部正在考虑放弃库尔斯克。不过这不是前线官兵需要关心的问题，眼下最紧要的是他们即将迎来苏军的猛烈反扑。7月12日，苏军的西方方面军布良斯克方面军向德国第9集团军驻守的奥廖尔发起了反击，行动代号库图佐夫。面对席卷而来的钢铁洪流，犀牛式坦克歼击车成为了德军手中最有力的武器。奥廖尔一览无余的草原上没有任何遮蔽物，这让装备了光学瞄准镜的犀牛打击苏军坦克的有效距离达到了2000米。恰好犀牛式歼击车非常适合防御和伏击，88毫米主炮的威力和射程也抵消了它车身过高、装甲薄弱的弱点。一辆伪装良好、视野开阔的犀牛式坦克歼击车往往能抵挡数辆甚至数十辆坦克的冲击。第655重型坦克歼击营，一辆精心布置的犀牛式歼击车，在战斗中凭借一己之力就击毁了苏军4辆 T34坦克和12辆 KV-1重坦，给予前进中的苏军装甲部队巨大的杀伤。而在整场作战当中，德军2个营装备的60辆犀牛式歼击车累计摧毁了5辆 T70坦克、1辆美制 M3 中型坦克、430辆 T34 中型坦克、19辆 KV-1 重型坦克、1辆 KV-2 重型坦克以及数辆火箭炮，平均一辆犀牛歼击车就获得8辆击毁战绩。在整个库尔斯克战场，苏军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惨重的代价。
战至8月16日，德军从奥廖尔撤退，苏军终于取得了胜利，拉平了库尔斯克防线。但德军的防守给苏军造成了2586辆坦克的损失。犀牛式坦克歼击车成为了名副其实的东线突覆。在西线战场，德军装备的犀牛式歼击车不多，但同样取得了傲人的战绩。美军在欧洲战场唯一损失的 M26 潘兴重坦，便是这犀牛歼击车的杰作。M26 坦克只在欧洲战场战斗结束前的几个月有很少的数量参战，是美军对付德国虎式豹式坦克的秘密武器。1945年3月6日，美军第3装甲师的一辆 M26 在250米的距离被德军的犀牛式坦克歼击车一炮命中，当场报废，令美军装甲部队十分惊撼。犀牛坦克歼击车如此好用，可直到战争结束，德军也只是生产了494辆，几乎全部装备给了独立的重型坦克歼击车营。先后装备犀牛式歼击车的部队有第560、第655、第525、第93、第519和第88重坦歼击营。按照德军的生产计划，在1944年4月之前就能造出570辆犀牛歼击车，可德军的装甲车辆生产计划很难按时完成。1942年初，为了生产野蜂自行火炮，德军又缩减了犀牛的生产指标。德军的坦克歼击车大致可以分为2个阶段：前期的黄鼠狼、犀牛象式，以及后期的追猎者、猎豹、猎虎。库尔斯克战役后，由于猎豹歼击车的研发工作迟迟不能完成，德军高层一度提高了犀牛歼击车的产量计划，但盟军展开了对德国的战略大轰炸，德国的大量工厂被炸毁，88毫米反坦克炮产能严重受挫，犀牛歼击车的生产也受到了较大影响。1945年3月，德军的战局恶化到了难以挽回的地步，犀牛歼击车彻底停产。这款由元首亲自命名的无坚不摧的反坦克武器，也随着德军的失败消失在了历史的尘埃当中。好了，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大家的观看，我们下期再见。